几棵树合栽在一起，然后对它们进行组合，找几块石头引到山林野去，铺上青苔点缀。做丛林盆景其实不难，关键还在于方法。这些都是1至3年生的千兆三角红，按照设想好的丛林布局，分成几个合栽块进行培育。这几个是去年的苗，这个是准备做复树用的，配上了几个大小不等的树，形成了这个合栽块。用这种方法做丛林，主要分为主树、副树及配树3个合栽块。像这个主树合栽的培育，选择几个粗细不等的树，确定好主树及主树的位置。主树的位置一般是在外缘，按照树之间的亲疏及不等三角形把它们合栽在一起。先把树干养好，再钉好树枝，在空养的状态下让它们逐步成型，然后把培育好的合栽块在盆中进行组合。这样把丛林盆景的制作分成几步来完成。丛林盆景的一些制作规则具体化，问题就简单多了。打个比方，用单棵树去制作丛林，既要考虑每个树的具体位置，又要兼顾到树之间长与路、疏与密的关系，这样制作就很麻烦。一次性把所有的丛林规则都运用上，就难于消化，就会在制作中形成顾之失彼的困惑。我们常说的丛林盆景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的规则，用这种方法去分布实施，可以把密和疏暂时1分为2。采用先期合栽培育，可以先把密的部分做出来，而疏在以后组合调整合栽块之间的距离去实现。这几个合栽树林清理好了，先在盆中试一下盆的大小和组合方式，这个很方便，可以随意移动。丛林不能用生盆，像这种高干树林，用白色的水和表现会更好。先将就用，铺一点土，主树的位置应该在一侧的1/3左右，把另一侧空出来，既给以后的主树树枝生长留有空间，同时也留出空白，为观赏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。在主树的后侧补上几个小树。从主树开始向后延伸，土坡要降低，树要逐渐减小，加重其纵深感和透视感。主副树是2个重要的板块，主体成型全在于此。在布局时，主树在前，副树要往后靠，相互错开，盆面的空间辽大，也使2个山丘呈自然分布状态。2树的距离要从树后密上去把握，找准树密有度的最佳位置，就能达到疏可走马的效果。把树的高度初步定下，对树枝进行疏剪。丛林内部的树枝不要留，内部枝无法生长，也会造成空间的拥堵。三角枫生长快，树枝不要留得太长。在修剪中，主树的顶要突出，树顶高低参差组成的波势，与地面山丘形成的坡面层次，上下2条起伏线呼应，才会使丛林盆景更加自然。这些细节在制作中要引起重视。事实上，丛林盆景的制作就是由这些细节组成的。找了几个石头，做一个简单的坡岸，增加点自然的情趣。做这种丛林，石头不用打胶，直接用土固定，把土压紧。石头与头球连接过渡要自然，用湿一点的土做成高低起伏的坡面，用石头配景，石头的大小摆放位置要兼顾丛林整体的平衡。
现在这个主树在左，石头要偏右。在土丘上种植青苔，不仅是固定喷涂，最主要是把山丘坡面的层次和交错感呈现出来。种植青苔，轻按一下，使青苔与土接触紧密。按照土堆积高低的起伏，种上青苔，形成交错的沟壑。坡面与石头交接的地方有青苔过渡才显得自然。除了青苔，也可以种上一些低矮的植物，但不可多，点缀一下，能增添一点山林野趣，增强山丘的纵深感就可以。石头与青苔在丛林盆景制作中做成坡面小溪，也要讲究长路，若隐若现才有情趣。从主干树林到副干树林组成一个整体的丛林，再到上是青苔的点缀，整个制作过程是将所有的物按比例缩小组合，放在一个大的空间内呈现出来，这样做才能达到你想要的丛林盆景效果。我是三九弄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